哎，咋了这是？哇，这个场面不写在我的小说里，简直是糟的。大小姐，查出来了，你昨晚宴请客户菜单是被沈姑子调包的。好啊，原来是姓沈的把本小姐点的满汉全席全换成了拍黄瓜。我说客户怎么转头就和他签了合同？沈明觉，自从本小姐出任 CEO 后，你就处处针对，剪坏本小姐的网线，浇死本小姐的发财树，这种肮脏的手段你都使得出来？现在蹬鼻子上脸，居然还敢抢本小姐的客户！你话别说太满，韩星澈，是你先不讲武德，是谁把我供的财神爷换成了奥特曼，又把我李锦鲤拿去炖了鱼汤？这种手段你使得不也挺熟练吗？跟本小姐住嘴！你还敢动手？你给我放开！我今天非得我打死你！你个王八蛋，都别拦我！给我放开！别这个女人死定了！打起来了，打得好！唐星澈，我今天就要制裁你！谁怕你啊？你给我过来！我打死你！我操，灵感来了！眼看玛丽松即将摔倒，顾北辰一个强力的手臂把她搂在怀里，两个人深情的对望，即将要吻上。别碰我，臭流氓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有什么用？这是我写了半年的小说，我要诅咒你们！又被逼疯了一个。这是哪儿？本小姐怎么顺利到这儿了？发什么乐？瞎了眼的东西，没见后厨一堆盘子等着刷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敢使唤本小姐？你个下贱的服务员，还自称本小姐，你真把自己当豪门千金啊！再犟，老子把你工资扣完！快去！你放开我！放开那个女孩！沈明觉，沈明觉，狗货！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，沈明觉！你放开我！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怎么这么冷啊？我哪知道什么情况？唐家大小姐，现在是个端盘子的。都怪你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本小姐怎么会被送到这个鬼地方？我去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不是保洁阿姨吗？怎么身上不灵不灵的？翠花，是你把我们送到这儿的？没错，你们现在就是我小说豪门巨宠、冷面霸总狠狠爱的男女主。什么？我穿进小说世界了？没错，你们穿越了。你是海城商业帝国巅峰二世祖，你的资产可以围绕地球转1亿圈。
只要你一皱眉，周身3米就会陷入寒潮，所以你们刚才才会感觉那么冷。我这么厉害？没错。那我呢？你呀，是贫苦小白花，酒店里面的服务员儿。但是你倾国倾城，浅浅一笑，所有的霸总都会被你倾倒。本小姐才不要这些人设光环，快点送本小姐回去。这服务员我一刻都不想当了。你想回去？我的小说写了一半就被你们2个毁掉了，你们必须帮我完成剧情，不然的话，你们甭想回去。完成剧情？什么意思啊？霸总小说里面剧情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男女主谈甜甜的恋爱。比如现在，顾北辰就应该对苏玛丽小姐一见钟情，壁咚，强吻。什么？只要能回去，牺牲本小姐的初吻算什么？拼了！姓沈的，本小姐现在命令你立刻跟本小姐走。霸总亲服务员的剧情。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。唐女佣。好，沈副总，本小姐求你吻我。想得美！在这本小说里呢，我是财阀二世子，比在你爸那公司当那个社畜牛马舒服多了。我在华晨科技兢兢业业干了8年，眼看就要升副总了，却被你这个空降的大小姐给摘了桃子。那咋了？不过我还要感谢翠华，满足了我这个一夜暴富的美梦。愣着干嘛？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呀，全剧终。走了。姓沈的，你别后悔。纠正一下啊，我现在可是顾家大少，财阀二世祖。哦，本少呢，言出必行，绝不反悔。翠花，有人耍赖，现在怎么办？凡是违背剧情的人都会受到惩罚。哇，这么大！小心！爱的感觉比樱桃更甜，双眼放松闪电。停！把这该死的 BGM 关掉！恭喜男女主完成3%的进度。亲一下脸长3%，这要是亲一下嘴的话，那不得飞起来？唐清澈，你想干什么？姓沈的，你别动，让我亲一下嘴，就一下。不行，休想夺走我的初吻！姓沈的，赶紧从了本小姐吧！救命啊！强抢民男了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来管管这个女人呢？快来人呐！哥哥，你是？来，北辰哥哥。如烟妹妹。如烟？天不生她柳如烟，万古茶道如长夜，柳如烟。哎呀，现在才看到这里有个人呢，我这个小呆瓜，真笨。服务员姐姐，看在北辰哥哥的面子上，你应该不会生气吧？
姓沈的，别流哈喇子了，这可是绿茶始祖柳如烟，所有玛丽苏小说里的超级反派，逼着了他的道。什么反派不反派？这可是我的好妹妹。北辰哥哥，顾伯伯在家等你回去吃饭呢。对了，顾北辰之所以能在海城呼风唤雨，全靠你们霸总老爹撑着，我可得把他伺候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回去。北辰哥哥，那本小姐呢？你继续刷盘子吧。喂，本小姐警告你，刚刚就是因为你不按照剧情走，才差点被吊灯砸死。你要是敢不带本小姐回去，当心半路撞大运。你跟着回去也不是不行，不过，哟，唐大小姐，你做梦都没有想到有做我佣人这一天吧？姓沈的，本小姐只是一时没落，别以为你现在是少爷就能压本小姐一头。切！你适应身份还挺迅速啊，这么快就能熟背玛丽苏语录了？闪，明，绝！北辰哥哥，顾叔叔回来了。爸，余爷半老，风韵犹存，翠花肯定有私心。男主爹的建模都是按照现实世界的男明星捏的。怎么样？我爸这一身老前锋型，是不是比你那个董事长大，恢复多了？去边！听说你在云顶酒店看上了服务员，还把他带回家了？奉我诚信，把你的滥情的性子赶快收一收，跟如烟好好过日子。顾叔叔，您别生气了，都是如烟不够好，没能牢牢抓住北辰哥哥的心，北辰哥哥才会爱上别的女人。你看看，还只有如烟能纵容你这臭毛病。爸，冤枉！干嘛？我是看他身强力壮，孔武有力，如李逵再试一把。又是一把干活的好手，所以才让他来我们家当女佣的。女佣啊，去的啊！我去，这老头看我的眼神怎么这么怪怪的？这什么情况？这便宜老爹看唐先生的眼神都能拉丝了，再这么盯下去，我的不动产都快动了。不行！哎，爸，都到饭点了，咱们先吃饭。你去做饭。做饭？我？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别后悔。起开！你们再等会儿啊，马上就好。吃，快吃！完了，忘记唐清澈传书前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，她做饭和下毒没两样。少爷 ，Mary 为你。太好吃了！这味道，这口感，让我想起了我当年白手起家、四处拼搏的日子。
我已经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了。什么情况啊？就是玛丽苏强大的光环，但凡身家过亿的霸总，只需要看他一眼，就会不可抑制的爱上他。在霸总的眼里，玛丽苏小姐做什么都是完美的。这么抽象？啊！我老爹呢？Only you can make this world seem right. Mary， 你愿意 marry me 吗？你愿意 marry me 吗？啊？这老 baby 虽然有几分姿色，可这剧情也太邪门了吧！我反对！不，这个苏玛丽明明就是为了图谋顾家的财产，你千万别被他迷惑了呀！要是这老东西和苏玛丽结了婚，那我处心积虑接近顾北辰算什么？如烟 ，Mary 善良单纯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还质疑我的眼光？不，我出去！现在不想看见你。爸，你跟他苏玛丽根本就不合适，她都可以当女儿了，你就算给她金山银山，她都不会答应你，是吧，玛丽？是顾总，其实 Mary， 爱一个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拿钱去爱，直接打钱胜过千言万语。只要能和我在一起，我的豪宅、飞机、游轮，还有这1000亿资产都是你的。Mary， 你愿意和我共度余生吗？其实年龄只是个数字，我偏离剧情，警告！警告！愿小心！唐清澈，你别忘了，我们都是传说过来的，是有剧情的。你要是敢答应他的求婚，就别怪翠华之才。我这么大，小心！本小姐当然不会忘。不过，走进剧情之前，本小姐一定要靠着玛丽苏光环，狠狠爆一波老登的金币。到时候，你还不是被本小姐轻松拿捏，免着你仗着大少爷的身份跟本小姐作威作福。哎呀，起开！Mary， 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没事，顾总。刚刚幸好有顾少爷保护我。爸，你清醒一点，他跟你根本就不合适。行了，刚才受惊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先走了，明天再来看你。雪峰哥哥，顾彦辰那个老东西居然迷上了一个服务员，还说要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他。顾北辰那个二世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亲爱的，我什么时候能回到你身边啊？顾北辰毕竟是顾氏家族长子，你留在他身边有点用。至于那个老家伙，还是一如既往的风流成性。燕儿，你找机会把这个药放在老东西的茶水里，等药效发作，再把画面拍下。我要那个老东西颜面扫地，再让顾氏集团万劫不复。一套房，2套房，小姐，舒服吗？甚好，甚好。啊，全
瞧你这暴发户的样，真生。哎呀，没办法，谁让本小姐天生就是富贵命，想穷都难啊。好的，小姐。你干嘛？唐清澈，你疯了！你真想当我小妈？哎呀，别紧张啊，庆婶呢？以后呢，咱们各论各的。本小姐叫你少爷，你叫本小姐妈咪。呸！想得美！怎么跟你妈咪说话？儿子放心，以后本小姐啊会多给你花钱。夫人，您看喜欢哪件？这件好看，拿去给老姑看看。顾伯伯，那天都怪如烟一时情急，说错话惹您生气，如烟给您道歉。这是如烟亲手给您泡的茶。先放这儿吧，你先出去，我还有事要忙。是，顾伯伯。北辰哥哥，你是不是还在因为顾伯伯和那个服务员的事情而生气啊？没有，我真怀疑那个苏玛丽脑子是属椰子的，脑壳里装的全是水。北辰哥哥，你别生气了，来，如烟喂你吃水果。那老东西的药效应该快发作了，你们顾家很快就要身败名裂。顾叔叔，你看这件婚纱好看吗？ Mary， 顾叔叔，你怎么了？Mary， 我什么情况？难道玛丽苏光环失控了？北辰哥哥，你放心，顾伯伯一定会为了他的选择而后悔。警告！警告！重大剧情偏离！一旦苏玛丽和顾彦辰发生关系，整个小说世界将会崩塌！什么？唐清澈疯了？他怎么和我抱？一定有蹊跷！北辰哥哥，你去哪儿啊？多陪陪如烟好不好？北辰哥哥，放手！你别过来！顾总，你别过来！来人！来人！Mary， 对不起，我身体不受控制。Mary， 我被人下药了，你快用花瓶砸我！顾叔叔，顾叔叔，顾叔叔！唐清澈，爸！唐清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顾总受伤了，我们赶紧送他去医院。
放心，医生说我爸只是轻微脑震荡，过几天就能醒。对了，你和我爸之前……你别瞎想，顾总昏迷之前说过被人下药了。下药？我之前去找他的时候，刚好看到柳如烟从他书房出来。你说会不会是他干的？怎么可能是柳如烟妹妹干的？她喜欢的是我，就算是下药，也是给我下。姓沈的，都什么时候了你？怎么可能是柳如烟妹妹干的？她喜欢的是我，就算是下药，也是给我下。姓沈的，都什么时候了你？北辰哥哥，顾伯伯怎么样了？我听佣人说，顾伯伯从书房出来的时候头破血流的，吓死如烟了。柳如烟，你别在这假惺惺了。我去找顾总的时候，刚好看到你从书房出来，发生什么，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。玛丽小姐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但你总不能污蔑我吧？如烟喜欢的是北辰哥哥，怎么会给顾伯伯下药？姓沈的，我根本就没有提过下药的事。我知道，就是他干的。怎么可能是如烟妹妹干的？苏玛丽，如烟妹妹心地善良，路上见个蚂蚁都要绕道走，怎么可能对我爸做出这种下流龌龊的事？姓沈的，你出生的时候智商和其他一起减了吗？柳如烟说什么你都信？不相信我的如烟妹妹，难道相信你这个想当我后妈的保姆？你给我等着，等顾总醒的时候，一切都会真相大白。北辰哥哥，你一定要相信如烟啊！如烟真的没有害顾伯伯。我相信。苏玛丽和那个老东西的视频，我已经匿名转发给媒体了。等明天的新闻头版一出来，顾家就会身败名裂。如烟做得不错，绝凤，可那老东西肯定知道是我下药的，万一他醒了，我们的计划……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他醒不了。按照玛丽苏小说的常规套路，现在基本可以确定，给顾总下药的人就是柳如烟。不过有一点我想不通啊，如果我爸真对你做了什么，成了我的小妈，那对柳如烟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啊。哎呀，对于普通绿茶来说的确是这样，不过你别忘了，柳如烟可是绿茶祖师，所有玛丽苏小说的超级反派。你的意思是，柳如烟背后还有更大的势力？那当然。有点意思啊。哎，你的智商什么时候这么在线？说什么呢？老娘智商一直在线。放心吧，不管柳如烟背后的人是谁，都不是咱俩的对手。谁让咱俩是主角呢？老东西，睡吧，好好的睡吧。等你醒来，顾家的一切就由不得你来掌控了。没想到吧？有一天你会落在我手里。顾总，你有什么吩咐？顾总，顾总。
您没事吧？我马上过来。早。你怎么一大早就在这儿发呆啊？我在想，柳如烟背后的人到底是谁？哎，想那么多干嘛？等顾总醒过来，一切就水落石出了。喂？什么？我爸出事了！少爷，你快看！武学老总偷情22岁俏女仆，2人天雷地火，颠鸾倒凤。老顾总纵欲过度，连夜抬进 ICU。再看顾家二世祖顾北辰，也是夜夜笙歌，难堪大众。什么乱七八糟的无良媒体！眼看着就要完蛋了。他们的目的在这儿。什么意思啊？刚才总裁助理给我打电话，说我爸病情加重，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。顾氏集团的合作商看到新闻，也纷纷提出取消合作，面临的违约金高达上千亿，可能要破产清算。破产清算？你们顾家的存款不是可以绕地球一圈吗？金库里的钱比山都高，连擦鞋布都是金箔纸做的，怎么这么容易就垮塌了？哎呀，这小说里的经济泡沫也吹得太离谱了吧！唉，现在怎么办？我哪知道怎么办？我上辈子，不对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兢兢业业当了牛马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穿到这个二世祖身上，还没逍遥几天，就被命运给当头一棒。姓沈的，咱俩是不是傻？咱们穿进来的首要任务是什么？是搞钱吗？是当霸总和服务员吗？都不是，是撒糖，是走那该死的甜宠剧情。管他顾家破不破产，最重要的是怎么赶紧完成进度条，回到我们现实世界去。这要怎么完成啊？还记得吗？我们刚穿进来的时候，不小心亲你的脸一下，进度条就涨了3%。别冒进，让我再亲一个。你等一下，先亲一个，进度条说不定再涨个3%，积少成多。哎呀，你怎么磨磨蹭蹭的？给我过来！奇怪，这进度条怎么还没反应？我懂了，可能亲的时间不够，再亲一个试试。感觉比樱桃更甜，双眼放松闪电，能超越极限，让人忘了季节，爱成了信念，为它付出。怎么还没反应？难道亲的还不够久？可是都起 BGM 了，怎么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？翠花，你这系统是不是出 bug 了？怎么接吻都不加进度条？再不出来，我就不按剧情走了。哎，停！这里是玛丽苏小说，观众喜欢看的是霸总和女主谈恋爱。不是两个穷鬼在这里亲来亲去，这是底层互啄，是虐恋，观众不喜欢看，懂吗？你说什么？必须恢复顾北辰霸总身份，否则你们亲到天荒地老也没用。不是啊，所以还得先解决顾氏破产危机。让你这个草包当回霸总，这也太难了。本小姐宁愿回去端盘子当服务员。哼，草包！苏玛丽，我在华晨科技也是从小职员干到了副总裁，什么绝境没闯。
区区小说商战，能难得了我？那你说说，现在怎么办？桃色新闻引发舆论危机，合作商取消合作是连锁反应。老爷子昏迷不醒，加上我这个二世祖的身份，就让新闻媒体找到了舆论话题。当务之急就是要稳定现金流，只要能躲过清算，就能盘活核心资产。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说人话。融资。对啊，融资。你找谁融资？找……哎，我现在是一个二世祖的身份，脑子里除了吃喝玩乐，空空如也。至于融资的人是谁，爱好在哪儿，在哪儿活动，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你都不认识，那我这个服务员就更不认识了。我的小说男主，有大佬们的消息了，钩子。这不是云顶酒店吗？唐清澈，这不是你之前打工受气的地方吗？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哎呀，本小姐虽然不干了，但还在老东家的微信群里。绝密消息，就在今晚，就在旁边的帝王厅里。海城商圈、金融圈的半壁江山，全部在这里聚餐。好，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。走，帝王厅就在那边，快过去。好。哟，这不是上遍海城八卦头条的艳星苏玛丽吗？顾家老东西不行了，这就急着带新欢来钓凯子找夏夏了。怎么突然变得有点冷啊？别动，本小姐亲自来。不长眼的狗东西，本小姐忍你很久了。苏玛丽，你要干嘛？保安，保安呢？苏玛丽，注意点，别弄脏了手。对付他这种货色呢，得用点文明法子。你想干什么？巴掌蘸碘伏，边打边消毒。这巴掌打你狼心狗肺，压榨员工；这巴掌打你有眼无珠，不识抬举；还有这个巴掌打你……顾奶奶，求你别打了，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饶了我吧。知道错了，还不赶紧走？好。就在那儿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喝起去吧。快走快走，搞错了，里面是一群油腻地中海，哪有什么霸总？唐大小姐，你要站在现实层面考虑。传说之前，我参加过很多这种应酬，10个里面有8个都是秃头啤酒肚，这才是商战大佬标配。相信我，里面坐的那些绝对是霸总本总。哎，要去你去，相信我。冒昧打扰各位，我是顾氏集团顾燕晨的独子顾北辰。顾氏集团最近被人陷害，深受舆论风波。我恳求各位能够伸出援手，只要顾氏集团能渡过难关，我答应大家，一定以双倍的红利股份作为答谢。什么情况？没反应？不应该啊！我沈明觉画的饼，以前那些老狐狸就算不信，也会假意周旋几句啊。看来还是得本小姐亲自出马。你一个天天在办公室划水摸鱼的千金大小姐，那有什么办法呀？那是在现实世界，别忘了，在这里，我可是拥有玛丽苏光环的女人。
各位霸总们，帮帮顾氏集团嘛！本小姐在这里敬大家一杯哦。颤抖吧，凡人们，蛰伏在本小姐的玛丽苏光环之下吧！什么情况？光环失效了？这届霸总免疫系统太强了吧！糟了，这群人根本不是真霸总。一个废物二世祖，一个丑闻女主角，也配代表顾氏来要钱？顾燕晨真是老糊涂了，养出了你们这对废物！本小姐长这么大，还没受过这种屈辱。你这臭娘们，你竟敢打我！打就打了，难道还要挑黄道吉日？我们走，跟这群垃圾简直是浪费时间。站住！苏玛丽呀，刚飞上枝头就落难的凤凰，也敢在这里跟我叫板？你们几个过来，给我按住他！住手！看谁敢动他！顾大少，醒醒吧！你们顾家就像砧板上的肉，整个海城都不会有人帮你了。苏玛丽，今天必须给我下跪道歉！我替他给你道歉。顾北辰，你真是父子一脉相承啊！你们都被这狐狸精给迷惑了。你想替他扛？来，桌子上面这5瓶酒，你把它喝得一滴不剩，兴许心情高兴就放了。好，我喝。顾北辰，你疯了！祸是我闯的，用不着你替我受罪。你可是唐家捧在手心里的明珠，怎么可能跟他这种杂碎之人低头？好，继续喝，喝，好，喝，不愧是二世祖啊！喝！姓沈的，够了，剩下的我来喝。没事，我还能撑得住。真不愧是夜场小王子啊！区区5瓶酒，对他来说小小意思的啦。那是。姓沈的，你没事吧？喝完了，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？走，往哪里走？他的钱给我已经到了，你还没有磕头给我道歉呢。你休想！不愿意呀？那你就让他起来，把桌上这瓶酒也给我喝下去。我相信这瓶酒他喝下去以后，估计就要去见阎王了吧。好，我跪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副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岂不是错过了赵主管仗势欺人、逼人下跪的精彩好戏？哎，副总，您误会了，我这是也是为了您，为了公司啊。顾衍琛这老东西，以前处处针对你，今天他儿子来到我们公司，我们几个替你出气。替我出气？哼！我傅寒生一向追求公平竞争，需要你们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去落井下石？唐行少，这长得帅，一看就是真霸总。你就是顾北辰，传闻中那个花天酒地、游手好闲的顾家大少，看着倒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不堪。多谢夸奖，我就一般帅。姓沈的，
都这么难受了，少说2句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怎么回事？这个女人为什么我的目光无法从她身上移开？心脏突然跳得好快，这莫名的吸引力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位小姐，你……这位小姐，你……副总，你别被他的样子所骗了，他就是新闻里面那个靠上老顾总床上位的那个小服务员苏玛丽。海城的那些无良媒体最擅长煽风点火、哗众取宠，他们嘴里的几句话能信？玛丽小姐，今晚让你和顾少受惊了，你放心，我会让这些败人付出代价。简特助，副总，即刻起解除他们的一切职务，同时通知海城的所有公司，谁敢聘用他们，就是与我父氏为敌。是副总。副总，你不能这样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副总。你该祈求原谅的对象不是我。苏小姐，苏姑奶奶，饶了我们吧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你饶了我们吧。你们以为区区几句道歉就能抵消他受的罪？为了保护我，他被你们逼着整整喝了5瓶红酒，这笔账怎么算？这样，我们给你喝回去。来，喝，我们喝。副总，谢谢你出手相助，这份情我记下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苏小姐，请留步。苏小姐，请留步。苏小姐，你不必紧张，顾家的事儿我也略有耳闻。3天后，傅氏将在云地举办年度招商晚宴，届时海城商界的大佬和顶级风投都会到场。这是顾氏集团目前最需要的机会，能不能抓住，就看你们自己。谢谢你，副总。姓沈的，你怎么这么沉？马上就到了。沈明觉，谁让你逞英雄的？5瓶红酒而已，我又不是不能喝，谁让你替我喝的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唐大小姐，你下手也太重了。今天那种应酬，我参加的多了，他们那帮孙子，明显的就是想坑我。我怎么能让你一个金枝玉叶大小姐被他们欺负？星彻，这个位置，爸爸可一直给你留着呢。他在华晨，从最底层的小职员爬到副总，这是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最后被我这个空降兵抢走位置。现在为了维护我，又把自己折腾成这个样子。沈明觉，你真是个大傻子。别哭，我没事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去给你弄点醒酒汤。不要，别走。北辰哥哥，你睡了吗？我……舒燕，北辰哥哥，你吓死如烟了。我听说你和苏玛丽去云顶酒店找公司谈投资，
结果他们为难你，给你灌了好多好多酒。你现在怎么样？胃舒不舒服？头还疼吗？嗨，如烟妹妹，别担心，我的酒量好着呢。他们那帮，他们那帮孙子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那你们拉到了顾氏的投资了吗？柳大小姐还真是爱打听。北辰哥哥，我听说你一出事就赶紧赶过来了，他居然这么污蔑我。北辰哥哥，我看你醉成这个样子了，今晚如烟在这里陪你好不好？我保证。撒开，够了，收起你那套绿茶把戏。顾北辰，这有我照顾就够了，还轮不到你来这添乱。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出去。没有，苏玛丽她说的对，她现在好歹是我们顾家的女佣，都没怎么伺候我。今天晚上就让她好好表现表现。顾氏的邀请函，他们怎么会有这东西？北辰哥哥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沈明觉，刚发什么疯？为什么拦着我，让我撕破他那层绿茶皮？还说什么女佣使唤？你皮痒了是不是？你冷静点儿。你这个时候撕破他的皮，除了能打草惊蛇，还有什么作用？你没看见他刚才看我的眼神吗？他看到了这封邀请函，就说明他背后的人也应该知道我收到了傅寒生的邀请函。3天后的招商会才是我们真正的战场，我们要好好利用这3天，让他们自投罗网。绝风，他们拿到了傅寒生的邀请函，3日后的傅氏晚宴，顾北辰一定会绞尽脑汁的拉投资的。我们怎么办？顾北辰，一个被顾燕城宠坏了的废物20组罢了，离开了他那半死不活的老爹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还拉投资，真是天真。可是有傅寒生给他们做背书，那些大佬应该会买账的。买账？那我们就让傅氏的招商晚宴变成顾氏的葬，让所有人在那个万众瞩目的时候彻底看清，顾氏已经烂透，再无翻身的可能性。你有计划了？水要搅得足够浑，才能把沉底的淤泥都翻上。顾北辰，还有那个苏玛丽，我会让他们在最高的地方，啪，摔得最惨。哈哈哈。Cheers。好久不见啊！哎，这是顾北辰，顾家的2世祖，他怎么来了？顾总的晚宴门槛这么低了？旁边那女的不就是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个苏玛丽？老顾总的。哼，一个败家子，一个靠爬床上位的服务员，真是般配。苏小姐，顾大少，欢迎莅临。2位今晚气色不错。副总，感谢您这次给顾氏集团机会。哟，这不是顾少吗？真是稀客呀！没想到在这种正经的场合也能见到顾少的身影。怎么，顾氏夜总会的生意不好做了？顾少，商业的事儿可不是在夜总会拼就拼出来的，就算有副总做保，
你怎么让我相信资金投给现在的故事不是肉包子阿哥？周总、吴总，关于这次的舆论风波，我可以明确告知二位，证明苏玛丽小姐清白以及家父生育的关键证据链，我已经全部准备就绪，随时可以公之于众。针对恶意解约的合作商，顾氏法务部也已经发出正式函件。顾氏目前面临的困境，核心在于因不实言论导致现金流危机，只要能稳住现金流，就会为顾氏的长远发展和价值重建赢得时间。顾氏的命脉，此刻尽皆在诸位有远见、有魄力的投资人手中。我以顾氏继承人的身份，恳请二位伸出援手。顾氏重振之时，北辰必不忘今日雪中送炭之恩。好，年轻人，有顾总当年的影子，看在你这份担当和副总的面子上，这个忙我周某人帮了。敖周说的对，顾少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，吴家也算一份。好，谢谢周总，谢谢吴总，顾氏集团一定不会让二位失望。顾二少这杯酒真是漂亮，话也说得漂亮，可惜呀，这商场不像是战场，光会耍嘴皮子，会敬酒，可救不了顾氏。顾北辰，顾氏还由不得你这个顾二少说了算。顾二少，顾家不是只有独子吗？这是谁啊？还有，柳家小姐怎么跟他在一起？他不是在追顾北辰吗？新闻，这是大新闻！顾家还有一个隐藏的大少爷。这位先生，你是谁？顾家的事儿，你有什么资格参与？资格？副总问得好啊！就凭我顾绝风，是顾家的真正大少爷，而他顾北辰，只不过是一个鸠占鹊巢的私生子罢了。柳如烟背后的人居然是顾家长子。不是，我传输的时候，翠花那个破系统可是半次都没有提，我还有个哥呀。这是不会吧？这个人说他是顾家大少。顾家大少？顾家不是只有一个少爷顾北辰吗？空口白牙谁不会说？我还说我是秦始皇呢，谁知道是不是编造的？在座的各位，我以柳家的声誉担保，在我身旁的这位绝风少爷，的确是老顾总流失在外、失散多年的亲生顾生，真正的顾家大少。我可听说老顾总的夫人在生下顾北辰之后就难产去世了，这长子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副总，这个顾绝风该不会是老顾总的？不可能，老顾总和他早逝的妻子非常恩爱，怎么可能会有私生子？顾先生，你口口声声称自己是顾家长子，那么你为何早不出现，晚不出现，偏偏在顾氏风雨飘摇、顾总昏迷不醒的此刻才公开身份？这个时间点，未免太巧合了吧？周总说得好啊，顾总一直对外宣称他只有北辰这一个儿子，所以对我的身份存疑，我完全理解。可是，诸位有所不知，绝风少爷的生母曾是顾总刻骨铭心的初恋，但当年顾总为了家族利益，不得不忍痛分手，选择与顾北辰的生母进行商业。更可悲的是，当时我母亲要离开的时候，她自己都不知道，她已经怀了父亲的孩子，而这个孩子就是绝风少爷。这个孩子就是绝风少爷。失散多年的长子，忍辱负重的母亲，被蒙蔽的豪门，还有外加一个白月光。翠花这小说集齐了所有勾心八点档的要素啊！这个秘密，我的母亲独自保守了20年，她含辛茹苦将我养大，直到2个月前，她病重弥留之际，
他才告诉我这个沉重的事实真相：你的亲生父亲就是顾氏集团掌舵人顾彦辰。竟然真的是老顾总的私生子。老顾总顾彦辰为人正直，人品端正，没想到也会做这样的事。装什么情深意重，私底下还不是乱搞。难怪顾氏最近丑闻不断，原来从根子上就不正。哎，你忘了之前那个更劲爆的视频了？老顾总跟他儿子身边那小保姆在书房那视频骂我。有姐，现在冲上去，只会正中他们下怀。周总方才问我为何突然会出现在这里，答案很简单，我需要消化这颠覆性的真相，以及思考如何面对我这位陌生以及显赫的父亲，还有我这位弟弟。顾觉风，口说无凭，你说你是顾家流落在外的血脉，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吗？苏玛丽，觉风少爷既然敢站在这里，自然是做了万全的准备，经得起所有人的质疑。不像你，总找些下作手段攀高枝。苏玛丽，我知道，也许我的出现影响了你的某些既得利益，不过你一直追寻证据。这份由海城遗传鉴定中心出具的亲子鉴定报告，已经证明顾彦辰先生与我顾觉风有亲子血缘关系。苏玛丽，瞪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可是最权威的报告，铁证如山，我看你还怎么否认？这下真的没跑了，顾觉风肯定是老顾总的种。有个流落在外的儿子，对顾家来说也是好事。要不真靠顾北辰这个二世祖，顾家早就完蛋了。副总，顾少在外面名声本来就不好，现在又冒出一个真太子，现在他的处境危险了。咱们要不要先静观其变？顾觉风在此时发难，目的绝不单纯。先是不请自来，又公开爆料自己顾家私生子的身份，接下来肯定要争夺家产了。顾北辰，你仗着自己是顾家大少，在外面昏天酒地，无所事事。同样是顾总的儿子，觉风少爷却在外面流落了20年，受苦了20年。哎，同样是顾氏集团总裁的儿子，就因为不是一个娘胎生的，你看这命运天差地别。就是啊，这海城谁不知道，这顾北辰就是个一无是处、废物二世祖。还有这是觉风少爷，看着就一表人才，比顾北辰强多了。顾如烟，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，你有什么目的？挑明了说，本小姐可没空跟你绕弯子。北辰，我知道现在老爷子病倒，你也是不得已出来融资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觉风少爷回来了，顾家就有了真正的主心骨。所以顾氏不再是你的一言堂，你跟苏玛丽刚才谈成的融资无效。你跟苏玛丽刚才谈成的融资无效。对，顾北辰没资格独断专行，废物二世祖只会败家，顾氏交给觉风少爷才有出路。周总、吴总，你们也算是行业中的翘楚，连顾北辰这个废物的话都信，乖乖的就给他们投钱了。顾少，情况有变，之前的投资意向作废。你副总，北辰少爷，抱歉了。果然是来争家产的。顾北辰，识相的话，就把属于觉风少爷的股权让出。顾家现在需要的是真正的掌舵人，而不是你这种拖拉。对，交出来，把股份交给觉风少爷。对，交出来，交出来！都安静一下。诸位，股权继承不是当街争吵，更不是凭几句煽动，一份亲子鉴定就能当场交割的儿戏。副总，顾家的家事还轮不到外人指手画脚。就是副总，您别仗着傅家势大偏袒废物。副总，你也看到了，这是顾家内部的事，您插手不太好吧？二弟签了，
我保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，体面退场。现在的顾家需要的是团结。顾北辰，少在这磨磨唧唧，赶紧把字签了。到时候绝风少爷看在你们俩兄弟的情分上，说不定还在顾氏集团给你找个闲职当呢。顾北辰，顾北辰，如果你签了这份合同，你和苏玛丽以后在顾家的地位可就危险了。顾北辰，你疯了！你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，绝风少爷给你脸都不要。绝风少爷让你签股份转让协议，是想帮顾氏集团一把，没想到你这废物二世祖断了自己的后路。可惜了老顾总辛苦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商业帝国，就毁在了自己的儿子手里。说得对，但你们搞错了一点。如果我真的签下了这个卖身契，顾氏集团确实会在我身边，因为真正把顾氏集团推向深渊的人不是我，而是这位流落在外、忍辱负重的大哥顾绝风。顾北辰，你别含血喷人，你不就是记恨绝风少爷回来抢走你的家产？没错，顾北辰之前在海城兴风作浪，这次他大哥回来要分走他的股份，他肯定不乐意。顾氏破产都怪那老东西和狐狸精偷情，关绝风少爷什么事？少站在那胡说八道！顾总是被下了药，我们俩什么都没发生。苏玛丽，你还真是会瞎编啊，连这种下药的谎话都能编得出来。嘿，狐狸精，勾引老的，现在又来缠小的。绝风少爷回来就是来收拾你来的。下药，柳如烟，这不是你最擅长的戏。顾绝风在背后谋划，你亲自动手。顾氏的舆论风波，我爸的病重在床，哪一件没有你的功劳？胡说！你血口喷人，证据呢？弟弟，你不愿意分家产就直说，何必找个荒谬的理由来拖延时间呢？荒谬！我的好大哥，你千里迢迢来认祖归宗，怎么就不想见见我们的父亲？怎么就不听听他怎么说？托你们福，我爸也清醒，而且他老人家马上就到。顾总，你醒了，我这就去通知医生。爸，柳如烟给你下药，让你和苏玛丽发生关系，这样做对柳如烟没有任何好处，所以他背后一定还有其他推手。柳如烟肯定是怕我醒过来，所以他们该会再次动手。他们动手的时间就在今晚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计就计。可是爸，这样做你可能会有危险啊。这招虽险，但胜算很大。啊，他们来了，你快从暗门出去。今天晚上的事就当没发生过。爸，快！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自己出事的。快快！啊！这顾绝风果然要在傅家的招商晚会上动手。顾总，事发当晚这间病房的监控已经拷好了。啊，好，快备车，带我去傅家的招商晚宴。好。托你的福，爸他已经醒了，马上就到。爸他昏迷不醒，怎么可能过来？弟弟，我知道你一时接受不了现实，但你也不能拿咱爸当借口，污蔑我和如烟了。顾北辰，你为
为了保住自己那点可怜的股份，撒下这样的弥天大祸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绝风少爷可是顾总的亲生儿子，他怎么会害死自己的父亲？顾北辰，老顾总还在医院的特护病房躺着呢，医生都说希望渺茫。他就是拖延时间，先是撕合同污蔑人，现在又撒这种一言假的谎话。绝风少爷也算是仁至义尽，只拿1半股权，你还在这胡搅蛮缠。老顾总人呢？影子呢？顾北辰，我警告你，那老东西是永远不可能醒来的。以后这顾家呀，就是绝风少爷的了。现在跪下来求饶，还能留你一口饭吃。闹够了吗，弟弟？如果你现在签了他的话，我还可以给你留一个体面；否则的话，就别怪我这当哥的当众清理门户了。清理门户？顾绝风，你好大的口气！这怎么可能？大哥，柳如烟，你们两个不是日思夜想见见爸爸？这不，他老人家亲自来了。老顾总真的醒了？新闻上不是说……难道真的像顾北辰说的那样，另有隐情？啊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还正准备宴会结束之后去看你呢。顾伯伯，新闻上说您陷入有种性昏迷了，真是吓死如烟了。我要是一直醒不过来，不正如了你们的意了吗？爸，您在说什么呢？您怎么能这么想我们呢？是啊，顾叔叔，如烟一直盼着您能早点醒过来呢。既然你醒过来了，顾家集团就有希望了。盼着我醒来？顾绝风、柳如烟，你们盼的，怕是我永远都醒不过来吧？这话什么意思？亲儿子盼着爹死啊？老顾总的话里有话呀。顾绝风难道真的……爸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我可是您失散了20多年的儿子啊！是不是有人给你灌了迷魂汤？对呀，老顾总刚醒，别是被人误导了。绝风少爷太可怜了，刚认亲就被针对。爸，你刚昏迷醒来没几天，是不是脑子糊涂了？我是你的儿子，怎么可能会害你呢？是啊，是不是有人故意陷害我们？看我干嘛？我可是爸的亲儿子，我怎么可能会害他呢？顾绝风啊，我的好儿子，你的这份孝心可真是感天动地，感天动地到要下毒害我。什么下毒？绝风少爷给老顾总下毒？爸，我和您分散了20多年，咱们见面第一件事就是要牺牲我，作为咱们顾氏集团丑闻的遮羞布吗？看不出来啊，这个顾绝风比你那个绿茶妹妹柳如烟还能装。爸，你和女友苏玛丽偷情的事情意外被撞破，你为了掩盖事实的真相，转移大家的注意力，难道就要污蔑我作为您和顾氏集团的凶手吗？这个顾绝风的演技确实比柳如烟更胜一筹。我说老顾总怎么见绝风少爷态度这么冷淡？原来他是想利用绝风少爷给自己洗白啊！绝风少爷也太可怜了，和老顾总一连失散20多年，好不容易回来认亲，却被自己的父亲这样针对。老顾总，你说你重病在床，昏迷不醒是被绝风少爷所害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我医院的监控记录了一切，是谁半夜潜入给我注射毒药，我看得清清。不可能，监控明明……怎么？你们可以装监控害人，我们就不可以留证据保自己吗？天哪，真是绝风少爷，他给老顾总下毒！呸！刚才还觉得你可怜，原来你才是披着人皮的狼，我们都被你给骗了。绝风少爷，你真是丧尽天良，为了争夺家产，连亲爹都害。是啊，那天晚上就是我进病房给你下的毒，怎么样？顾绝风，顾总可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你怎么可以为了一己私利而下毒害他？他明知道有我这么一个儿子，
却依然放任我在外流浪20多年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我要像一只老鼠一样在阴沟里这样活着？看着顾北辰享受本该属于我的一切，你不给我的东西，我要全部都拿回来。顾北辰只不过是个花天酒地的废物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他就是顾家大少？就凭他是那个女人生的？你回答我，你告诉我，你不要我，你为什么要生我下来？让我背负着私生子的耻辱，像垃圾一样到处扔，为什么？顾绝风啊，关于你母亲和你身世的事，你听到的真相未必是全部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所谓的亲子鉴定，我已经让人重新进行了比对，你的亲子鉴定就是伪造的，你和我顾燕辰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什么？绝风少爷竟然不是老顾总的儿子？我们差点被顾绝风和柳如烟给骗了。不可能，我妈说亲子鉴定报告是真的。我妈说，你妈当初怀了别人的孩子，被抛弃后走投无路，想着给我下药嫁祸给我，被我识破没能让她得逞。我看着她可怜，这20年来我一直在给你们寄钱，可没想到你妈在临死前还在想着这些勾当。顾伯伯，我错了，是他逼我的，是他让我给你下药，陷害你和苏玛丽的，制造丑闻，打压顾家。他说搞垮顾家之后，我就能当顾太太了，都是他逼我的。刘如烟，你这个劲儿的！刘如烟，你这个劲儿的！呸！原来是个冒牌货，还伪造亲子鉴定，心肠这么歹毒！下毒害亲爹，不对，是害恩人。老顾总如此照顾你们母子俩，但是你们却恩将仇报，真是禽兽不如！滚出去，顾绝风！这里不欢迎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。顾绝风，你冒充顾氏血脉，下毒弑父，扰乱商界，海城容不得你这种卑劣之人。滚出去！你们干什么？顾燕辰，你这个老东西，给我等着！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不会有你们顾家安宁的日子。刘如烟，你也一样，别以为背叛就能换来宽恕。顾伯伯，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北辰哥哥，北辰哥哥救我！北辰 ，Mary， 这次呢，顾家能够度过劫难，多亏了你们。爸，你刚才配合的也是非常的完美。好啊，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Mary 心地善良，这次呢，顾家能渡过难关，你功不可没。我能看得出来啊，北辰对你的一片真心。我这个做父亲的呢，也该有所表示。我顾燕辰宣布，3天之后，为我的儿子顾北辰和我未来的儿媳妇苏玛丽举办订婚宴，届时恭候在座的各位共同见证。恭喜恭喜，到时候傅家一定带着厚礼相见。太好了，北辰少爷、玛丽小姐，恭喜你们！订婚？我？傻瓜，传说的终极任务就是撒糖订婚宴，这不送上门来？顾北辰，顾燕辰，苏玛丽，此处不报，我誓不为人！这些珠宝放到苏富比拍卖行，绝对都是压轴的珍品啊！哎，庆神呐，你看本小姐戴的珠宝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唐大小姐，你把这些一戴，往这儿一站，都可以照明了。这就是玛丽苏本苏的牌面吗？本小姐觉得，
现实世界那些高定珠宝，弱爆了。就这么点小玩意儿，哪配得上我们的 Mary 呢？订婚怎么能少了点黄金压阵呢 ？Mary， 你看啊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金镯子，一共99个，寓着你和北辰能够长长久久。顾总，您这父爱也太沉重了吧？你没事吧？这时候就别想什么 BGM 了，这也没什么好磕的呀。刚戴完首饰，现在又去试婚纱，都1个半小时了，还没试完呢。北辰，你急什么呢？结婚是人生大事，这么重要的时刻啊，你让 Mary 好好挑挑。更何况这婚纱对女孩子来说意义非凡。别学我一样，当初啊催你妈试妆，结果，唉。苏小姐，婚纱换好了。看呆了吧？本小姐知道自己现在非常非常漂亮，但你也没必要对本小姐行注目礼啊。我才没有看呆，我是看你门牙上有菜。什么？顾北辰，你玩我？救命了啊！谋杀切腹了！顾北辰，本小姐要你订婚当天光脚背着我出门，听清楚了没有？柳小姐，留步。两位大哥，我是来见顾伯伯的，麻烦你们2位通报一下，如烟来看他，给他道歉。道歉？柳小姐，顾家待你如何？你和北辰少爷青梅竹马，顾总一直把你当亲女儿看待，可你呢，竟然联合冒牌少爷陷害老顾总，妄图夺取顾家财产。顾总现在对你只有2个字：失望。我也是一时糊涂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麻烦你们2位开门，让我进去见见顾总吧。顾总吩咐过了，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。你，请回吧。你们2个什么东西？2个臭保镖还敢拦我？我可是柳家的大小姐柳如烟。柳家大小姐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顾总也不见。顾总正忙着筹备北辰少爷和苏玛丽小姐的订婚宴，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也配见顾总？赶紧离开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好得很啊！顾北辰以前也不过是一个我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天狗，要不是那个贱人苏玛丽突然出现，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？顾家，你给我等着！这不是柳家大小姐柳如烟吗？怎么，现在连顾家的大门都进不去，还被2条看门狗弄得如此狼狈？你顾绝风也不过是条丧家之犬。你，柳如烟，现在我们是同病相怜，被顾家当成垃圾一样扫地出门的感觉，不好受吧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顾氏集团现在摆脱了麻烦，东山再起，顾北辰还有苏玛丽那个贱人，欢欢喜喜的订婚宴，这种滋味，你真接受得了？顾氏集团，你难道不想看到顾北辰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吗？苏小姐要出门吗？啊，过2天是我和顾北辰的订婚宴了，他之前送了我那么多礼物，我也不好2手空空啊。苏小姐对少爷可真好。哎呀，谁要对他好了？本小姐只不想欠他，本小姐这次一定要挑一份比他那份更贵重的礼物，狠狠碾压他。那苏小姐需要我叫少爷陪你一起去吗？No no no， 你就不懂了吧？既然是送他的惊喜，那他怎么能跟着呢？那还有什么神秘感？本小姐只有亲自挑选，才能体会出我的心意啊。
给他买什么礼物好呢？房子、腕表，还是海岛呢？搜一下算了。哟，这不是飞上枝头的顾家少奶奶吗？这么开心啊？怎么赶着给顾北辰买惊喜礼物呢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绿茶妹妹柳如烟啊！怎么，顾家大门进不去，改在街上当路障了？哼，苏玛丽，你别得意，你以为你赢了？我警告你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顾北辰还有顾燕辰那老东西，包括你，你们所有人都要完蛋。柳如烟，你又在发什么疯？北辰少爷是在等苏小姐吗？我才没等他呢。不过他这一天都不着家，这也太反常了。少爷，苏小姐一大早就出门给你买礼物了，她说还有惊喜要给你呢。买礼物给我？这傻瓜在说什么？不过他对我这么上心的吗？顾北辰，你个傻叉，还在这暗爽！唐新彻出事了！什么？废弃工厂，赶紧救他！敢晚一步，你和唐新彻都得困死在这本书里！不对，我先报警。等等，使不得！为什么？沈总，你不懂玛丽苏小说里面的套路，这绑架戏嘛，哪个傻子会报警？你一报警，这作者还怎么往下写啊？我们会给反派自动降智的，不用你动手，他们会蠢进局子。真的？放心吧，唐小姐不会有事的。顾太太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真像一只落汤的鸡。柳如烟，路子挺野啊，装得了绿茶，做得了绑匪，业务范围可真广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？冒牌大少顾绝风呢？苏玛丽，死到临头还这么嘴硬。耗子精出来了，瞧你们俩这点出息，绑架我就是为了报被顾家扫地出门的那口恶气啊！苏玛丽，我看在你快完蛋的份上，我多给你几口气喘喘。等顾北辰还有顾燕辰那老家伙，我让他们亲眼看着你死。所以说，你们绑架我就是为了威胁顾北辰和顾总，算盘子打得挺响。你知不知道，顾北辰他最讨厌威胁了。顾绝风，你他妈活腻了！姓沈的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苏玛丽，你没事吧？大哥，你看我都被绑成什么样了，像没事的人吗？顾绝风，柳如烟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放开苏玛丽！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放了 Mary， 否则后果你们承担不起。怎么，顾燕辰，现在知道害怕了？你们不让我好过，我让你们一个个都别好过。对，我们都是你们逼的。顾燕辰，你那么有钱，分给我们一点怎么了？还有你顾北辰，之前对我那么好，结果苏玛丽这个贱人一出现之后，你就把我抛在脑后了。柳如烟，你讲道理好不好？要不是你不怀好意接近顾北辰，不断作死，怎么会落到现在这个下场？顾绝风，你根本不是顾家人，我爸妈是可怜你们母子，你给我闭嘴！你少提我嘛，别在这给我假惺惺的。告诉我，我让你们顾家所有人都付出代价。顾绝风，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放了 Mary？ 放了他，很简单，把你们顾氏集团交给我，否则我让你们这位顾氏少奶奶当场血溅，当场喜事变成丧事。你做梦！顾绝风、柳如烟，你们俩要点脸行不行？顾氏集团你们没有出一分力，要钱倒是挺理直气壮。白眼狼来了，都得叫你们一声祖师爷。我撕了你的嘴！顾北辰，给我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
这两个大反派就被你们这么制服了？唉，果然像翠花所说的一样，智商蠢得可怕。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赶紧报警！等等，使不得！为什么？沈总，你不懂玛丽苏小说里面的套路，这绑架戏嘛，哪个傻子会报警啊？你一报警，这作者还怎么往下写啊？我们会给反派自动降智的，不用你动手，他们会蠢进局子。真的？放心吧，唐小姐不会有事的。降智？就他们俩的智商，根本就没有下降的空间。顾绝风、刘如烟，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，你们依然不知道悔改。顾伯伯，别叫我顾伯伯，你们给我下药，我念在昔日的情分，放你们一马。可你们没想到啊，你们心思居然如此歹毒，还敢对 Mary 下手。这一次就等着进监狱。顾叔叔，顾叔叔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。我不想进监狱，你让我一命好不好？北辰哥哥，都是顾绝风，都是他逼我的。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剩下的路，监狱已经给你铺好了，管饱。来走。北辰哥哥。顾北辰，我们穿到小说里这么多天了，逆袭打脸、手撕绿茶、拯救集团、绑架风波，什么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，这高低快到大结局了吧？哎，你说我们完成剧情，走完大结局，回到现实去，顾氏集团送我的那些订婚礼，我能带回去吗？那么多鸽子蛋大的钻戒，价值几十个亿呢！你想得美！翠花，你也太小气了吧！真爽。等会儿见到唐兴彻，第一句话该说什么呢？唐小姐，还满意你看到的吗？不行，太油腻了，换个方式。姓沈的，快帮帮本小姐，后面够不着，快帮我把带子系一下。真笨。姓沈的，你故意的吧？想谋害本小姐，独吞领巾吗？我刚刚就是太紧张了，20多年没有谈过恋爱了，突然订婚，手抖了一下。本小姐也母胎 solo 了20多年，连订婚流程怎么走都不知道呢。我可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，快跟我练习一下。啊？这怎么练习啊？当然是从交换戒指开始，你赶紧给本小姐站好。我亲爱的顾北辰先生，你愿意为本小姐戴上这象征永恒的枷锁吗？哦不，是戒指。那接下来，笨，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接下来新郎新娘当然是接吻啊！接下来，接吻。准新郎可以接吻。经历这么多波折，他们终于可以回去了，真是渴死我了。好了，咱们练习的也差不多了，大家都等着呢。
我们赶紧去吧。又怎么了，姓沈的？再不走真要迟到了。不够，不够？什么不够？刚才练习的时间还不够。恭喜沈明觉唐行者完成终极目标真爱之吻，砸头任务完成100%，你们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了。翠花，那些鸽子蛋钻戒，每个都10克了，我可以带一个回去吗？不可以。走吧，你们。翠花。这是哪儿？我穿回来了。姓沈的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抢本小姐的客户，我怎么可能穿到翠花的小说里受那么多苦？哼！哎！啊！姓沈的，原来你早就醒了，谁让你在我脸上乱画的？你说的对，我抢了你的客户，惹你生气。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波折，才回到现实。现在，我可以任你出气。算了，本小姐大人有大量，饶了你吧。姓沈的，我们都回来了。真好。唐总，沈副总，你的脸啊！沈明觉都救命！唐大小姐要杀人了！唐总，别打了。沈副总，你没事吧？原来他们还是这么恨对方啊！唐总和沈副总今天咋回事啊？平常两个人见面不都跟世界大战爆发了一样，唇枪舌剑的吗？今天的氛围怎么……非常奇怪，他们对视时的眼神，公司里那些搞地下恋的都这样。唐总，不坐您的专属电梯了吗？不坐。小林啊，面对讨厌的人呢，就是要时时刻刻都出现在他面前，让他难受。我今天就坐这个电梯，你去忙吧。唐总说的对，走。沈副总，把这份合同签了。今天没吵架，不科学啊！唐总都进去半小时了，居然没摔杯子。就是啊，平时不都是沈明觉，你脑子进水了吗？或者唐行彻，你无理取闹？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？哎，你打我！我不就是没按照你的意见改方案吗？至于动手打我吗？坏了，他们又打起来了！快跑，别被他们误伤了！哎，沈明觉，你给我站住！方案必须改！你怎么带我来这儿？因为这里是我们故事的开始吧。沈总，在哪儿学的这么酸溜溜的东西？我就说这个方式不行，可他们都说女孩都吃这一套。这种行为我才不喜欢呢，但你可以。
唐总，你怎么撩人的方式也比我更厉害呢？你个笨蛋，怎么时刻都想赢我？我才没有！比起想赢你，更害怕失去你。唐星彻，现实里的沈明觉不想再当你死对头了。你愿意收下我这个笨头笨脑的下属吗？收编你可以，但我有3个条件：第一，工资卡上交；第二，每天给我带小蛋糕；第三，只能跟我说情话。试用期1个月，做不到的话我就……我现在就可以表现。唐星彻，我喜欢你，过去、将来、现在、未来的每一天，我都会喜欢你。要你永远是我的小乌龟，我爱你每一天。